好，川普现在啊，真的是大乱全球。那我们看看两场战争哦，以巴战争不是才停火吗？现在看起来好像又快要打起来了哟。那川普现在还要威胁，就是他找来这个约旦国王施压，就说，你得要收容加萨人呐。现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反对的，因为看到了美国竟然说，你这个巴勒斯坦人无权住在加萨，你通通都要给我搬走，我要把这边打造成蔚蓝海岸。阿拉伯国家想说你在干嘛啊？那路透社就描述说，川普现在越来越不耐烦哦。他跟这个约旦国王的会面呢，其实他就是希望他能够接受加萨人。那但是呢，约旦国王就讲说，现在阿拉伯国家向华府提出多个替代方案，看起来也是挺无奈的。他说关键是如何以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但是川普好像没有想要管他的意思哦，就是自顾自的讲说，你就是要接受这个所有的加萨人呐。那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包含了像是埃及也在讲，埃及的外长就说，阿拉伯国家拒绝这个广受谴责的计划，因为你美国凭什么说你们要拥有加萨就可以拥有呢？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中东是不吃你这一套。那当然，对于加萨人来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提案啊？哈马斯就是现在目前暂缓释放人质，哇，也让川普很生气哦，还下通牒说，如果周六不放人的话，就要让地狱爆发，就不排除可能会取消停火协议哦，就可能要更激烈的展开这个原本的战争，可能再升级再加嘛。那纳坦雅胡同样也是这样讲啊，就说如果你周六是个 deadline， 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释放人质的话，就要开火来应对这一场这个以巴战争哦。那我们看看哈马斯讲说，停火是让以色列人质唯一回家的办法。那希望以色列不要破坏停火协议啊，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提出那么离谱的说要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萨，那你怎么不说呢？所以你看看，也很多以色列人都看不下去了，在特拉维夫有出现许多的以色列人，就是上街头抗议。我们来看看画面，那这些示威者焚烧还有点燃火把，封锁了这个国防部的总部附近的一些道路他们讲说，纳坦雅胡是故意阻挠协议，甚至讲高喊以色列政府破坏了协议，是纳坦雅胡破坏了协议啊！明明就是讲好要停火，可是你们现在等于有点好像背刺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这个全球也都看在眼里。那再来看看这个俄乌战争，白宫讲说，因为俄罗斯也释放了美国的公民嘛，现在看起来俄乌战争已经朝战争停止这个又迈进了一步了。然后白宫的国安顾问讲说，现在看起来，因为这个美俄双方有更多的沟通，所以看起来这个是释放一些可以沟通下去的讯号，也代表说未来停火协商这是一个曙光啊。那这个泽伦斯基就讲了，他说现在已经要抛出用领土来换领土的方案。那美国也是希望说你是不是可以就是把这个稀土也来提供给美国来做一些相关的交换呢？这个川普现在目前派出了美国的财长去到乌克兰来讨论稀土跟能源的合作，希望能够来这个终结战争。那川普也提到了，就说这个乌克兰有朝一日是要归俄罗斯的既然这个讲完之后还可以就是突然又变成有朝一日要变成归俄罗斯，因为他讲说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在川普的眼中是什么呢？就是你稀土我也要拿，那你该割让领土你也要割，然后最重要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生意要继续做，就是欧盟的人呢要继续跟这个美国来买一些武器，然后来提供给乌克兰，然后让乌克兰有这个接下来有一些防御的准备让这场战争停止。所以你看每一个通通都是在算计什么？美国的利益啊。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川普他昨天的记者会，他又在跟那个外界又在威胁了。他说就要礼拜六快到了，他希望这个哈马斯尽快回应，要不然真的就是说让地狱要爆发了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变成就是说本来还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一个冲突那他这样子到礼拜六如果真正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流血的话，又是这些老弱妇孺那又无法幸免的话，美国美国真正就变成手上洗不干净了，就沾满鲜血了，就变成快吃手了。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认为美国国内会有些老百姓会强烈会有意见
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川普提出来他要接管这个加萨走廊这个议案啊，大概就是说阿拉伯国家通通反对。那这个约旦国王去这个白宫啊，事实上也很明白的表示不能接受，他要另外的方案，更佳的方案，意思说你这个方案不好嘛，所以会有更好的方案嘛。那什么叫更好方案？他说大家还在商讨，那绝对不是川普的方案嘛。那欧洲国家普遍就质疑说，这个联合国已经通过了明确好几次协议，就是说两国方案，这是国际社会对以巴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而且呢，这个加萨走廊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对，怎么可以就是说一个外国的一个元首下令叫他们这些人，而且不是少数人啊，不管是180万或200万啊，就从他们自己的家园居住了3000年的家园啊，就要怎么讲？要离开。他说，联合国的这个副秘书长还有发言人也出来讲，这种做法就是明明白白的怎么样？这是一种怎么样？这是一种种族灭绝啊！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这件事情，如果说真正我们看礼拜六以后发生大规模的流血的话，那美国就已经被牵涉进去了。美国已经扮那个过去在幕后煽风点火或者递刀递枪的这个角色还不是亲手在执行。那现在的话，那这个变成地狱的话，那你川普要负责，川普代表的美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很多国家说实话只是你还没有真正发生，真正发生以后，这个事情跟没有发生会是两回事。那还有一件就是说，川普要这个接管这个加萨走廊你也是还没有发生，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上任1个月来大概就被他自己的这个民调，国内的民调这个上升有一点点热晕头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真正开始要真正面临怎么讲，面临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真正有很多人命开始这个陨落的时候，国际社会就不会像现在对于川普的政府这样子宽容了。好，来请教吴老师。我在这里还是要讲一下，川普是个很厉害的交易家。我想没有人会赞赏他，但是我在这边讲一下，他是个伟大的交易家。为什么？我们先来比较以哈还有乌克兰战争，为什么拜登处理不好？因为拜登一直处在那种冷战的思维，他一直认为民主和平论是最好的。简单讲是两个民主国家就不会打仗。如果我们把民主散布到全世界，天下太平。他就是一直用这种概念去想的时候，偏偏你就是处理不好以哈跟乌克兰问题。为什么？以哈跟乌克兰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里面，它牵涉到领土。基本上两个国家你要和平，你的领土要没有问题。川普知道这点呢，所以领土和平论是川普利用他交易艺术，用他利益艺术最大的一块切入点。我要分析给大家听。如果是以加萨走廊来看，很明显他知道加萨跟乌克兰这两个不同事情，问题他们有共同点就是领土。加萨是上面有住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要进去，想办法赶走，对不对？川普说好，我来处理领土问题。简单来讲，大家给我撤，我来管，管好之后没事了。问题是，他这样做忽略到的是，如果巴勒斯坦人不撤怎么办？对不对？这个是后面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但是他的概念就是我把你当拆迁户嘛，对不对？我帮你拆掉了，重新盖，盖好之后，像埃及有个胡加达 （Hurghada） 很漂亮的滨海的，它是红海省的城市。他说你可以学胡加达对不对？埃及管得很好啊，加沙也可以变这样子。绿洲中的我们讲很多 resort 城市，把领土弄好了，你们就和平了，对不对？乌克兰呢？乌克兰也是关于领土啊，问题是它不一样的领土问题，是两方各占不同的领土。那川普说很简单嘛，现在你们交换啊，乌克兰你把你占的库斯克跟普丁占的领土来交换。我跟各位观众们分析一下，库斯克大概1300平方公里占整个俄罗斯0.005%的土地，所以乌克兰占很小一块啊。俄罗斯占了多少呢？俄罗斯光2024年就占了乌克兰大概4168平方公里占那么大一块，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泽伦斯基有要想很多的是，我怎么样那么小的土地，
来跟普丁占我这么多土地来换，怎么换？换哪里？对不对？那当然，川普说你就停下来，你不停下来，我不给你们援助。最好的就是你们交换土地，然后用这个资源，充分用利益、用土地的问题来做和平的计算。它是有它的什么逻辑跟道理可循的。它不是我们讲说他狂人啦，他什么无厘头啊，乱喊一通，没有，他是用这所谓处理好领土、和平就会来的概念在这里面。所以这是川普跟拜登最大的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这边切入看，你就知道川普想要做这个事情。问题是，第一个他做得到做不到，后续的问题，还有谁买他的账，这个像刚才介老师讲的，很多盘根错节啊。国际政治如果这么好处理，那大家都拿诺贝尔和平奖了。好，来问舰长。川普为什么这么急于要求这个哈马斯释放所有的人质？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是加萨走廊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俄乌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川普下的非常大的一盘棋啊。如果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加萨走廊是这边的小小一块啊。那为什么川普要加萨这个地方？他讲的可好听了，蔚蓝海岸。川普有没有想要在这里建个港，然后让美军实际上在地中海这里可以落脚？为什么在这里落脚？因为前面在北边叙利亚这边，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塔尔图斯。那这个地方呢，现在虽然不怎么样，而且现在好像俄罗斯也撤得差不多，但是未来难料啊。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塞德港，也就是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北边的出海口，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他取得加萨走廊，这个也就是可以直接控制苏伊士运河。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他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格陵兰的西南边有一个不动港努克港，这个不动港里面可以停4艘的万吨级的这一个邮轮，因为现在只有邮轮去那里玩嘛。那但是如果说未来换成航空母舰不能停，我量过，它的水深够，可是它的码头长度不够。那但是另外一个换另外的，如果说是驱逐舰，或者是换成这一个巡洋舰，可不可以？可以，最少停4艘。那它那个是不动港啊，也就是唯一我们讲到在西南航道唯一的不动港，所以川普其实是要遏制住现在在这一个所谓地球暖化所出现的一个新情势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这一个如果加萨没有解决，那其实他就换不到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他的报道，也就是这是很久以前的报道，去年的报道，他就是一直说，其实那个时候川普就要跟那个拜登换什么？换钴、石墨等20种那个重要的关键矿产，但是他压住不继续交换，为什么？他在等川普。现在川普上来了，他要换，可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泽伦斯基当初说要发动这一次，当初不是说要停战，就是必须要加入北约，必须要拿回那个克里米亚，现在2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有关于库斯克的这个大小，其实跟现在乌东还有克里米亚的那个大小其实差很多啊，那很小的一个范围啊。所以其实泽伦斯基什么都没有换到，也就是乌克兰白打了这一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等着看下一个，也就是泽伦斯基怎么样帮自己准备好黄金降落伞，自己落跑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美国新一波的这个关税哦，说要课钢铝税是在3月12号生效啊。那其实主要是因为原本拜登有签一些这个豁免哦，那他说3月11号就要全面的取消啊，也就是说该收多少税我就要收。换句话说，接下来像钢铁啊、铝啊要征收25%齐头式的关税哦，甚至下一波还考虑要针对汽车半导体产业开启多线贸易战。那纽时就讲说，现在目前核心目标还是针对中国大陆啦。他说，因为呢，中国大陆哦，直接其实出口到美国的钢铝是不多的，但是有一些是有经由这个墨西哥或是加拿大再转运到美国，所以他说，这个反正绕半天，他最终目标还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可是欧洲很多国家哦，就是也是同样深受其害，他们强硬回击哦，就说将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报复措施哦。现在欧洲真的也是被川普搞得这个头很痛哦。那再来看看这个 CNBC 有发文章，就是引述了普丁的话，他说呢，川普将会呢恢复欧洲秩序，而欧洲很快的也会站到他们美国主人的脚边哦，轻摇尾巴，也就是不看好啦。欧洲讲的说会毫不犹豫的这个报复哦，看起来好像川普并不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到时候欧洲还是会跪下去的。那再来，莫迪周三也要访问美国，要会晤川普哦。那不过现在莫迪也有释放说，可能自己会先削减一些这个关税哦，避免美国对他发起贸易战，要削减10多个行业的关税，涵盖电子产品啊、医疗跟外科设备哦，要促进这个对美的出口。那再来这个另外一个场面哦，就尴尬了。AI 的这个智能峰会在巴黎举行哦，那这是马克宏大操大办，想要展现说，我们欧洲也是有在要搞 AI 的。那结果这个场面呢，就跟这个贵宾们一一握手的时候，人家莫迪你都走到人家面前了。结果他忽视哦，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应该尴尬了。这个莫迪还起身准备要跟马克宏握手，结果马克宏跨过了莫迪，跟后面握手，握了半天，握过了莫迪都没有回头哦。然后你看莫迪尴尬的不得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当然印度人可能会很不高兴哦。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宏，他说，我们现在需要 AI 的这个议程，因为现在要缩减跟这个 AI 就中美之间的差距哦，所以他才想要这样结合莫迪。莫迪是你这个主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呢，结果你竟然跨过人家。你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全球领袖支持度，川普才排第5名，榜首是谁？榜首是他，是莫迪耶！你竟然忽略了全球这个领袖支持度最高的莫迪。然后我们还去查了一下，那你马克宏排第几嘞？结果后来查，这个敬陪末座排第22名，然后23是尹锡悦。那马克宏，也要自己要加油一点。但是他这一番讲话就说，我们跟中美的 AI 差距很大，冯德莱恩不支持哦。冯德莱恩就说，常听到有人讲中美在领先的位置，我不同意啦。他说我们欧盟要投入2000亿欧元来到 AI 的相关的行业。那目前这一场这个巴黎 AI 的这个峰会呢，61国有签署，可是这个美国跟英国却是拒签这样子共同的宣言哦，所以美国的讲法是什么？我们不跟独裁的政权合作。看起来美国好像也想要在这个 AI 的领域拉出一波这个中美之间的较劲战嘛。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DeepSeek 因为 DeepSeek 的这个爆红也让杭州变成大家这个讨论的主要的要点。大家就现在各个省份在讲说，我们应该要向杭州学习什么呀？因为这次杭州真的是让大家看到，哇，原来这个杭州有这么多新兴的科技产业啊，那个甚至是动画啊，通通都在杭州这边出来，是不是他做对了很多的措施，让很多人才往杭州聚集哦？那 OpenAI 的执行长讲说，现在他承认，的确 DeepSeek 出现让他这个时机点让他大吃一惊，因为现在真的是可以跟 ChatGPT 来相媲美。那现在百度甚至还说，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推理的成本如今每年是降了90%哦。所以你其实看到，像中国大陆真的是遍地开花似的，都在做这个 DeepSeek。我看今天因为是元宵节，好多都是用这个豆包就是那个字节跳动做的这样子，用这个哪吒的方式，有那个影片啊、照片啊来跟大家
做元宵拜年。所以你看，这种现在那么普及的，在大陆那边，各个龙头企业都在做 AI 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人才多嘛。那你看这个现在还有彭博社它针对了7家新创公司的创办人，还有这个 AI 专家研究发现，这个 DeepSeek 的估值大概在10亿美元到1500亿美元之间哦。那所以他们讲说，看起来梁文峰的身价可能会成为亚洲科技富豪，甚至有可能会超过这个黄仁勋啊。所以真的确是蛮看好 DeepSeek 的。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我想就是说，美国这一次的关税战跟川普1.0的关税战有点不一样。那一次的美国实行的贸易战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对其他的话，它个别的只是把原有的这些优惠的关税待遇把它取消。比如说它跟当时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另外2个签约国加拿大跟墨西哥把那个自由贸易协定改成美加墨贸易协定。把美国给予这2个国家的很多优惠的贸易性措施都给它，要不然就删除，要不然就把它这个降低水准。所以另外的话，那么对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重新签。那这一次我觉得川普这个贸易战跟上一次他第1任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针对单项目进行全面的打击。也就是他选择项目而不选择国家了，贸易国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了，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钢铁跟这个铝矿的25%的这个关税那是对所有各国，只要你要卖到美国，那通通一律都增加25%，所以打击面是就是说全方位的，所以说对所有的国家而言的话。那这个打击面是很大的那所有国家都被拉进来了，就欧盟也被拉进来了，那法国就是说这个日本、韩国那中国大陆都被拉进来了。我对于就是说纽时的这个说法说这个基本上中国大陆直接进口到美国的这个钢铝不多，可是针对的还是以中国为首我觉得这根本是胡扯，这个就是在那边欺骗读者，怎么可能是以中国大陆为首呢？这个现在中国大陆说它的钢铁都转移到加拿大跟墨西哥，那你告诉我转移了多少？事实上是很有限的我因为现在我看到就是说欧盟跟这个尤其是加拿大反应非常强烈，因为加拿大事实上是美国很重要的钢产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输出国所以事实上对加拿大来讲那个影响非常大。欧盟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尊重国际贸易法的，他基本上完全一定要报复，就是说请问一下，你川普先生这样做，你有符合 WTO 也就是国际贸易法所规定的你要做这样事情之间的先有的这种应有的法律程序吗？没有。然后你什么理由基本上要增加25%也没有，因为国际贸易法是不准许你随便单方面就增加这样子的进口关税的。你没有任何理由。川普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这样的话才能让钢铁业再回到美国。对，其实川普认为这样做是可以让钢铁业回到美国。那所以他才这样做，可是他的打击面是很大的。那你就要看各国能够接受的程度了那现在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叫，其实韩国还没有叫，因为韩国现在也不能说群龙无首啦。韩国现在自己内部的事情还没解决。日本也已经说他希望要得到豁免，对不对？那欧盟是强烈的这个反应。中国大陆事实上不是主要的对美国的美国这个钢铁市场对中国大陆上量很少，所以中国大陆不叫。那我们台湾事实上的话，我们过去我们就已经被加了25%，所以呢，你现在加了25%，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大家都变成跟我们过去的处境一样了，所以每个国家不一样。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美国开始跟各国在贸易产生短兵相接、产生冲突的开始。好，来请教吴老师。其实比较川普第1任跟第2任，他还是有一些轨迹可循啦。其实川普第1任的时候，他一开始对的时候也是对加拿大跟墨西哥，
所以我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它转过来变美加墨最主要也是钢铁，并且它最主要也是希望把所谓的这个有关外包或者是外面的这个设厂移回美国。它用关税的意思是说，你东西进来会变贵，所以你的半成品，或者你汽车卖到美国变贵的时候，你就是来我这边设厂。所以它才对加拿大跟墨西哥下手，特别是墨西哥是不管是福特丰田或者是通用本田，他们设厂都是在墨西哥。这一次也是一样，这次其实邮寄他刚上任前几天，他就说中国10%，加拿大25%，墨西哥25%，对不对？那时候后来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说好，我们愿意处理边境问题跟这个所谓的毒品问题。对。然后川普说好，那我先等等。他也是希望用关税逼迫各位，你们把这个制造业再把我拉回来。所以关税其实它是有许多方面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增加税收，二方面就是你要来设厂，再来就是买美国货，它的中心概念是这样子。那对中国呢，其实我们如果有迹可循，我们从第一任看，他也是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嘛，所以一开始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把莱特海泽跟梅努钦叫过来说，中国赚我们这么多钱，拿回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我们特别，他虽然说10%是针对中国你没有处理芬太尼的问题，但是我们来看接下来他可能对中国还是会进行接下来不断的贸易的还有关税的，比方说，其实在他第一任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直迟到7月6号2018年7月6号，美国才对340亿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征收25%，中国立刻还以颜色，所以我们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Tit for tat。2019年5月5号，川普又对2500亿更多的中国贸易商品提供25%的关税，中国立刻还手所以其实北京它是没有在担心或者是在跟你有任何的这个和缓余地的。如果这一次川普再对中国接下来从10%、25%，甚至他在选举说我要加上60%的关税，那其实北京也会针对美国输到中国的产品进行相对应的所谓的措施。我们是可以当然来看啦，我们可以慢慢来看，但是我们要看的是那中国本身国内的经济情况跟整体的走向能不能抵抗这个所谓川普不断而来的贸易战，因为川普其实他对于其他的什么战略啦、什么战争他没有兴趣，他就喜欢商业，喜欢关税。我觉得他在接下来这4年他一定会做这些东西，而且又快又迅速，而且都是从总统发号施令，他不走底下官僚那个措施。所以如果接下来对中国要进行关税的时候，中国怎么样报复？两边的贸易战会打贸易战2第二版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现在我们讲不管是 PPI 也好他们的制造业指数非常低迷该怎么样去处理？我觉得这点必须要很多的想法跟措施。好，请教店长。必须要说川普是非常会应对选民的。我们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标准也就是100日之内总统的一个满意度那我们现在看到川普的种种作为，那其实他就是来针对他的选民，然后他的政见要有感现在针对的就是我们看到铁旅的部分，铁旅的部分不就是他想让铁锈带的选民知道说，现在他这样的课税让美国有再工业化的可能，再工业化之后，这些铁锈带的选民就有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我讲川普厉害的地方但是呢，以这种关税来进行课征的话，而且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是叠加式的，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说提升的10%的关税，然后它现在再课25%，也就是加起来就是35%不过呢，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也没有在怕，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它的这个有关于铁铝的部分它可以先输出到越南，它输出到越南，它的半成品到了越南之后，越南呢再进行加工，加工之后再卖到美国，那其实它的也就只有25%，这个也就是川普为什么要齐头式的这样课税，因为他知道他只针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对他的报复，而且川普其实是想要在100日内到中国大陆去的，所以他如果针对中国大陆，那他怎么去呢？但是他对于全世界这样
也就是中国大陆它输出到哪一个国家去进行加工，其实都有困难啊。那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要看欧洲的态度是什么。可是呢，我们看到普丁早就笑你欧洲了，笑你欧洲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其实从俄乌战争里面，尤其是大概最近半年，他已经看透了大家对于美国的种种措施是什么，而且实际上来讲，美国要求这些北约的盟国把装备提供给乌克兰。那你各国的军备，尤其是德国，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再去跟美国买，所以真正赚大钱的是谁啊？是美国。关注一下啊，台美是真的友好吗？还是呢，美国的利益大于台湾的利益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川普的关税战在临啊，台湾也没有办法幸免于外哦。但是呢，你看赖清德对于台湾，就是人民讲话的时候是讲说，期许产业逆中求胜，乱中得利，改变就是机会哦。讲了很多这样子很空泛的大道理哦。他说我们台湾也会做好各项应变措施，但是在哪里呢，并没有具体的描述哦。他只是说，这个反正就是我们会这个逆中求胜，最后会是我们有利的，真的有利吗？看起来好像对美国比较有利哦。美国的学者讲说，台美的半导体业合作完美，只要持续的话，美国就能够领先中国。这番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台湾要让美国获胜，但是台湾有没有获胜没有关系，就是美国获胜比较重要嘛。那他说，中国已经没有办法从台湾取得先进晶片，需要大量的补贴跟投资。所以呢，只要是这个美台合作的话，美国会永远领先中国呀。那美国也很奇怪哦，你又要跟台湾加征说100%的晶片关税，又要说我们要跟你合作，那讲了半天，就是台湾的利益永远不重要，就是美国的利益更加重要。但是这几天我们看到，其实好像我们国防部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兵凶战危的消息哦。可是你不知道的，在我们旁边哦，其实美中双方已经非常多这个军事上面的动作。甚至连俄罗斯、日本都牵涉在其中哦。2月1号到2月9号的时候呢，俄罗斯舷号535号的电子侦察机就停留在日本的九州冲绳附近，已经超过1周的时间了，一度还进入到离岸12里到24海里的这个毗连区。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1-2天被大家所瞩目到的，就是我们国防部也没主动告诉我们消息哦，反倒是看到了这个东部战区发布了声明，我们才知道原来美国的这个驱逐号这个测量船约翰逊驱逐号跟这个包迪奇这个测量船经过了台湾海峡，那东部战区就有所应对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昨天凌晨他就立刻秒回了这件事情，都说全程的跟监警戒，然后有效的应对应处那同时之间还发布了一个元宵花灯海报，我们来看一下元宵节，今天元宵嘛，他说站位元宵，这个分外香。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在跟美国喊话，就是你不要觉得现在是放这个元宵节就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在搞什么那样的意思，释放出这个讯号。那我们看，其实这几天解放军的动作也是非常的多2月11号的上午就是运9呢巡逻机也经过了宫古海峡，往返了东海跟太平洋水域。那下午的时候呢，好像有一架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经过了与那国岛，也在台湾之间的海域往返。是不是这些动作都是在应对这个美国的测量船闯到这个台海这样的情况呢？然后到了下午4点钟，中国大陆舷号526的温州舰也穿越了海峡中线。这个是看起来相对的应处措施非常的多，那就是在我们的周遭，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有看到国防部告诉我们相关的讯息那再来看看这个055卸下炮衣，这个是新头壳一个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舰队在南海这边宣示主权，那美国 B1B 跟菲律宾的战机联飞来进行了反制那他们也拍下了055型驱逐舰卸下炮衣的相关的照片，所以不仅是台海有这个升高
高这个风险的趋势。在南海这边，同样也是中美之间动作不断。那歼20他们现在就根据战区的报道，他们的隐形战斗机在外部有挂载多达8枚的霹雳15中远程的空对空导弹那这个类似是美军第5代战机这个相关的模式就是用隐形然后重挂载的双作战模式，所以看起来第一岛链非常的不平静那但是呢，在第一岛链当中，最近日本好像想要又跟美国好，也要跟中国大陆好，就是在找一个平衡点吗？或者是说让大家看起来日本的态度好像有一点模糊美国的国防部长就提到了，他说现在他们在关注中方、印太以及世界各地的野心他说中国的意图是险恶的就开始有这种中国威胁论出现了。那另外他们讲说要在日本这边加大太空军的部署，那说是要应对这个中国大陆、俄罗斯跟北韩的威胁就是他们这相关威胁，所以他们要加强他们的太空军，甚至要部署一些卫星来做干扰。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美国的确感受到说接下来这边第一岛链的不平静呢？3月下旬的时候美日的防长也要进行会谈，在日本登场，但是这个是美日之间看起来又在联盟，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也在跟中方释放一些讯息因为好像就是想要在5月初的时候准备这个石破茂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这边也有回应一下，说这个浮标在钓鱼台附近已经被移除了，但是这是释放和缓的讯号吗？中方现在目前外交部是讲说这是完成任务，但是现在外界解读也有可能就是想要和缓一下跟日方的这个目前的关系，所以现在第一岛链看起来有一点诡谲这个气氛。我们先来问一下舰长。其实现在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还有法国在菲律宾海进行这个太平洋斯特勒2025的一个军演那之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那个打击群还没有编成的时候，长得是这个样子。但这张图的重点不在于这4艘船，在这第5艘船。这第5艘船呢是解放军054A 的飞弹护卫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尽在掌握早就知道你要去那里，然后我就掌握你。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连串的兵力其实都跟太平洋斯特勒这个军演是有关的。那我们又看到了2月8号，其实这一个日本防务省统合幕僚监部他发布的也晚了，也就是2月8号，其实这个815的这个电子侦察船，那它已经通过宫古海峡，它准备要去换我们刚刚看到的054A 的位置。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强森号跟包迪奇号这件事情，果然没错，国防部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没有说清楚呢？其实我们来看国防部的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台湾的北边有这么一个直升机的位置？这个直升机的位置之前在那个花莲的东部，那前几天呢在鼻头角的东部，那现在为什么跑到这么北边来？也意思就是他在等强森，就是美国的强森号驱逐舰跟史迪奇号的这一个对不起，是包迪奇，不是史迪奇。包迪奇号的这个测量船，那这个测量船呢，只要是解放军的测量船来了，国防部都敲锣打鼓的这个指责那个抱怨的。那现在美军的来了，你怎么不说啊？那这一艘船，也就是我们看到包迪奇号，它其实在2016年曾经到达了这个马尼拉湾的附近。那虽然它是在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领海之外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放了水下的滑翔机那这个水下滑翔机它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因为它的深度，然后来探测这个盐度，以及探测这个所有的水文环境。那包迪奇号
其实做的就是这件事。他到台湾海峡来做这件事，我请问国防部，你为什么不对于这件事情提出任何的指责跟抗议呢？你这个时候你一句话都不说啊！其实这件事情非比寻常。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几天啊，从卫星上面看到什么？看到解放军它发展出来了这个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就是这个位置啊。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呢，其实它的吨位不是一般般啊，它的吨位其实高达600吨啊。那我们一般，即使是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一个 Orca 这个虎鲸号的这一个水下无人载具，它也没有那么大，它比那个虎鲸大了6倍啊！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讲到包迪奇号要来了？因为重点在这里，也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认为的台湾海峡，其实因为水太浅，它的平均深度不到150公尺，其实不适合这个潜舰作战。可是当有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的时候，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可以。那当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可以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军就回头来看看水下的底质。那我们刚刚讲的包迪奇号，它其实有所谓的这个侧扫声呐，它可以因为这个讯号的强度以及特征呢，来探测台湾海峡下面的一个底质到底是什么。那从了解了体质之后呢，他再用多波束的测声仪啊，然后进行海底详细的测绘，这个才是我们在观察这2艘船来的原因。而且有另外一个进行佐证，我们以前所看到的美军的这个驱逐舰通过1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们所得知的时间是从10号、11号、12号，为什么开得那么慢呢？因为它就是在做海底水文的探讨。我再问一次，国防部，你为什么不抗议？你为什么不指责？这个时候你就各种好棒棒，你到底是抱着美国大腿，还是尊重国家的主权？好，请教介老师。现在这个世界各国，尤其亚洲各国，对于川普可能会发动对于自己的这种贸易战都是严阵以待。都已经不是说在那边嘴巴讲了啊，然后呢，对自己的厂商训勉一下训话，精神讲话。政府本身有角色，而不是说这个都交给这个各个这个产业部门，你自己去看着办啊。这个我觉得台湾目前这个状况是很特殊，没有国家没有地方是这样做的啊。那比如说日本，像这个石破茂，上个礼拜已经去了白宫，对，他提出的句话很具体啊，他要对美国投资4年内投资1兆美金，他这个基本上你看这个，他就让他跟川普的见面，尤其在贸易上的问题上没有太多的交火。虽然川普说，我要继续搞这个所谓的对等贸易啊，可是这场会议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硝烟味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本来日本的对美国的去年的贸易顺差，事实上685亿美元，还低于台湾。台湾我们去年从美国赚多少钱？我们去年赚了我们赚了739亿。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是1163亿，我们对美国的进口只有424亿。所以川普手上有一张账单，他有一个很统计图表，谁，他认为你赚他多的都是占他便宜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状况，我们要高度警惕，对，而不是回过头来跟我们的厂商说你们要怎么样，期许我们的产业要逆中求胜，然后乱中得利。我们厂商交了那么多税给政府，政府就冲这个8字真言，你们自己去干嘛？自己去闭门苦练啊！这个是很荒谬的。我就觉得就变成最近有一个原来绿色学者，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只会选举不会治国。我觉得也不是这样，是选举很认真那治国是马马虎虎，不是不会，他态度上就有问题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在看到日本啊，像越南啊，像这个印度啊，他们都在积极在寻求什么政府出面来把这个问题啊，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因为不管你是你的关税的决定，或你投资，你官方做什么投资，或者对美方的货品有什么进口的优惠的话，这你政府要准备好一张清单，要拿出来啊，要准备要谈判的，你不能说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别人都已经怎么讲，都已经3级警戒了，你还在老神在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会治国，而且又马马虎虎。好，来请教吴老师。日本他在石破茂下，他玩美中的平衡策略，他不但投资美国，加大力度，他对中国他也是把过去一些他们不敢碰及的东西，他拿出来讲啊，比方说去年石破见到习的时候，他谈到1972年的日中联合宣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他都讲了。2018年之后，基本上没有首相要去碰，他碰了，所以他代表说他很知道说经济安全美中之间，他知道是一个平衡点。那台湾我想在民进党政府中，我们不能做平衡点，因为你要抗中保台，你势必要护从美国。那护从美国，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讲这个 bandwagon， 你不是完全不用做事的，你要做事啊。美国希望你要有做一些作为，所以其实早在拜登政府的时候，他用这个 like-minded， 我们讲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联盟，所以不管是民主好啊，这个联盟也好，台湾跟得蛮紧的。但是川普上来就不一样，川普他不用 like-minded， 他全部都是用利益我们今天可以看他所有东西用利益为原则，以这个交易为原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非常重要的是，那在关税上面，接下来我们面对一个非常直白的问题，就是台湾在上面我们要做出多少的奉献或贡献。因为你要护从美国，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嘛。好，那就来了。刚才嘉老师讲了，我们的顺差去年2024年是739亿，基本上是比2023年多了55%哦。好，那比川普第一任呢？川普第一任台湾只赚了美国大概167亿美元，那是排13哦。我们是第13位贸易顺差哦。到了去年，我们跑到第6位了。如果你是川普，你在选举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账单，那你会想什么？哇，他赚了好多钱，我要把钱拿回来。所以变成说，当我们在做护从美国的时候，在我们没办法做 like-minded 的时候，我们要从利益交换原则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政府就说，哇，怎么办？关税要开始做了，对不对？那基本上川普用关税，他其实关税是一个方法，是双面刃。他一方面赚你的钱，一方面希望什么？你把产业移到美国去投资，要去投资就设厂，所以他希望台湾去设厂。对，所以接下来川普会用几个，我想他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第一个用关税逼迫你什么来投资，第二个你要多买美国的产品，最后一个就是你市场要开放。基本上川普的概念就是3个。那就像我讲的，台美关系如果你要维持下去，你势必要这3个方面你要让利啊。对，那这个时候就政府要给台湾人民一个说法，对不对？说我们必须要做出某部分的让利行为，以维护这所谓台美友好。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跟老百姓讲清楚，这不能模糊的，也不能欺骗的，不能用那8个字来糊弄。对的。